最近在读史书的时候，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：为什么同样是满腹经纶、才华横溢，有的人能名垂青史，有的人却只能老死林泉，留下一声生不逢时的叹息？在这个讲究内敛和谦逊的文化里，我们从小听的最多的就是酒香不怕巷子深，世事金子总会发光。但今天我想跟各位爷们聊句扎心的话，在成年人的世界里，如果你只懂得等，你的命大概率好不到哪儿去。我们要聊的主题只有4个字：主动出击。咱们先来拆解一个流传了几千年的心灵鸡汤：金子总会发光。各位，逻辑上讲这话没错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这块金子一直深埋在地下3000米，或者掉进了深不见底的马里亚纳海沟，它跟一块普通的顽石有什么区别？对于外界来说，它不存在，它的价值就是0。我们30岁往后的男人最容易掉进一个陷阱，叫怀才不遇的傲慢，总觉得自己是匹千里马，每天就在马厩里等着伯乐来敲门。你甚至觉得主动去推销自己，主动去要资源，主动去表现，那叫掉价，那叫吃相难看。但现实是什么？现实是伯乐很忙，伯乐也要 KPI， 伯乐的桌子上堆满了各路神仙的自荐信。你不吭声，你不露面，你指望别人透视你的灵魂，去发现你那点深藏不露的才华。这不叫清高，这叫认知偏差。金子如果不主动跳出来折射阳光，它在土里就是垃圾。这是一个极其残酷的真相。主动是你连接世界、证明价值的唯一传感器。为什么我们不敢主动？因为我们这代人骨子里都被刻进了一套防御性逻辑。小时候，爸妈教我们要听话，老师教我们要谦让。古训里讲：枪打出头鸟，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这些话有没有道理？在资源匮乏、社会封闭的农业时代，这是生存智慧。但在今天这个高速流动的社会，这些话成了很多人的逃避药方。每当我们在职场上不敢争取那个岗位，在生意场上不敢开口谈条件，在生活中错过了心仪的机会，我们都会自我安慰说：哎，随缘吧，命里有时终须有。各位，别把无能为力美化成顺其自然。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控制点理论 Locus of Control， 那些把成败归结为运气、背景、环境的人叫外控者。他们的人生底色是灰色的，充满了无力感。他们就像是一片叶子，风往哪儿吹，他们就往哪儿飘，还美其名曰随波逐流。而那些真正的强者是内控者，他们相信，虽然人生90%的事情不在掌控之中，但剩下的10%必须死死抓在自己手里。他们明白，所谓的命，其实就是这10%的主动权，在时间的复利下，撬动了那90%的不确定性。真正的随缘，是竭尽全力之后的问心无愧，而不是两手一摊，等着天上掉馅饼。咱们聊聊职场。很多老友跟我吐槽说，单位里那些升得快的都是协会钻营的，业务水平也就那样。这话我只认同一半，确实有马屁精，但你仔细观察那些真正能成事的中层或高层，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：极强的价值可视化能力。老板的精力是稀缺资源。如果你是一个只会闷头干活、从不汇报、会议上缩在角落里的隐形人，那你其实是在给老板出难题。你让他花时间去猜你在干什么，你让他去挖掘你的潜力。别逗了，在商业逻辑里，你不展示就等于不存在，你不主动释放信号就等于信号中断。主动去争取那个最难的项目，主动在老板发愁的时候递上一份方案，主动在跨部门协作中担任协调人。这不叫显眼包，这叫解决问题的先锋。这种主动是在告诉公司，我有能量，我有担当，
我值得被配置更多的资源。30岁以后的职场，拼的不是谁更累，而是谁更有主导感。我发现很多男人到了中年，反而变得胆怯了，不敢换赛道，不敢谈涨薪，甚至在感情里也变得被动。这种被动的背后，隐藏着一种很深的心理疾病，叫不配得感。内心深处有个声音在说，我不够好，我不配拥有那个位置，我不配得到那个女人的爱。于是你退缩了，你把主动权交给了对方，交给了命运。结果呢？你的人生真的活成了你担心的那个样子，猥琐、压抑，充满遗憾。这时候，主动就不再是一种行为，而是一种主权的宣示。哪怕你去约一个你觉得高攀了的人吃顿饭，哪怕被拒绝了，那种感觉也比你躲在黑屋子里意淫要强100倍。因为当你开口的那一刻，你就已经杀死了那个懦弱的自己。你向自己的潜意识发出了一个信号，我敢去要，我就配得上。拒绝的痛是阵痛，像打针，但不主动的痛是慢性的，像蛀虫，它会在几十年的岁月里一点点啃掉你的骨气和脊梁。当然，我今天讲的主动，绝对不是让你去当个横冲直撞的莽夫，也不是让你去求人施舍。真正高阶的主动是一种给予者心态。很多人不敢主动，是怕丢脸，那是你把主动理解成了求人。如果你把主动理解为提供价值，你的心态会瞬间翻转。主动和潜在客户联系，不是求他买单，而是告诉他我有方案能帮他解决麻烦。主动给老友发个信息，不是为了托他办事，而是分享一份对你有用的资源。主动在社交场合开口，不是为了显摆，而是为了打破尴尬，带给别人舒适感。当你抱着我能为你做什么的心态去主动时，你不仅不卑微，反而充满了领袖的气场。因为你手里有牌，你是那个发牌的人。最后，给各位老友提3个实用的建议，咱们不玩虚的，明天就能用。第一，可视化你的工作。别等老板问你进度，每周末主动发一份工作周报，哪怕只有300字，清晰地列出我做了什么，遇到了什么困难，下一步计划是什么。这一招能解决你职场80%的沟通内耗。第二，主动建立弱连接。翻开你的通讯录，找一个超过半年没联系，但你很欣赏的朋友，主动发一条信息，约个茶，或者分享一篇好文章。很多改变命运的机会，往往不是来自你的亲友圈，而是来自这些弱连接。第三，练习开口谈条件。下次在面对资源分配、利益分配时，试着先开口。记住一个心理学效应，先开口的人往往能定义整场谈判的基调。各位，这个世界其实是一场巨大的互动游戏。如果你不输入指令，屏幕就永远是黑的。那些所谓的好运，不过是别人在无数次主动尝试后撞上的那个概率最大值。被动的人在等命运发落，主动的人在给命运下单。别再等了，等孩子长大了，等公司稳定了，等你有钱了，等来等去，最后等到的只有老去。从今天起，试着伸出手，哪怕一开始抓到的只是一根稻草，只要你不停地抓，终有一天你会抓住一根坚实的缆绳，把自己彻底拉出那个平庸的泥潭。记住，一定要主动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越主动的人命越硬。关注我，咱们一起读好书，看透这真实的世界。